它的金色瓷砖，还有35000多块，来自于西班牙巴塞罗那的工作室手工烧制。这个小火山的门啊，隐蔽的太好了，注意不到它的存在了。大家好，我是魏洪涛，让我来说你能听得懂的设计。好多金砖啊！今天呢，我们来打卡上海静安嘉里中心罗意威之家。它外立面的金色啊，我猜想它应该是致敬了静安寺的金色元素。 太震撼了，通体的金色，形态也很纯粹啊。它挖了几个窗洞啊，用的也是我们苹果店用的超白玻。这次改造呢，它先把前面的这条绿化隔离带啊拆掉，然后呢变3个台阶，这样的话大家很容易进入到我们内部的一个广场。这次改造它还增加了一个景观的喷泉，一下为这个广场注入了水的灵魂和活力。我相信夏天啊，小朋友在这边玩耍也是非常的惬意。这次景观改造呢也很有意思啊。之前呢这块有很多的树啊，这次把树进行了移位，所以呢它的视线会更加的通透。它这里边用了很大量的这种蕨类的植物，这是我们平时在其他的景观项目里面不太常见的，所以它充满了一种野性的趣味。这个外立面最大的亮点啊是它的金色瓷砖，据说呢它有35000多块，是由一个来自于西班牙巴塞罗那的工作室手工烧制的，所以每一块的波纹的肌理呢都不一样。从远处看呢非常整体，从近处看呢又很有细节。这个拐角啊，常理来说呢它是2块砖这样切一下把它拼起来。 但是大家看啊，这是一整块砖啊，那就说明它在设计的时候，它就考虑到了这个拐角的一个细节的处理。它这个砖呢虽然是方形的，但是它把它转了45度啊。我猜测啊，它外立面估计也致敬了罗意威产品的那种编织的肌理感，因为它是纯手工烧制啊，所以它每一块呢都有一些细微的颜色的变化。它的外立面呢也用了超白玻啊，模糊了室内室外的一个边界啊。这么大的玻璃啊，只有1根缝啊，它背后是没有玻璃勒，但是呢，我觉得这个缝的位置不对，这个缝呢应该放到这个柱子中间，跟这个柱子产生一个关系，否则这个大的框景啊，容易被这条缝给它破坏掉。 这个缝呢就收得很好，它跟地面的景观完全对缝。另外，它跟室内的一个背景墙也是在一条线上，非常的工整。还有一个就是它这种金色的釉面啊，可以漫反射出来很多城市的背景，所以让外立面呢显得非常的细腻，很有层次感。它的外立面的砖呢是经过精心的排列啊，可以看一下它这个收边，正好是收在这个边角的位置啊，排得非常的精致。这个收边我太喜欢了，工人在这边凿出了很多细腻的肌理，这个肌理呢又跟这个金砖的肌理保持了一致性。 一个小的建议啊，它的外立面呢，因为釉面做的非常的光亮啊，所以它在西侧下午的时候会形成一定的光污染啊，所以眼睛不要直直的盯着它看啊，很不舒服。这个小火山的门啊，隐蔽的太好了，以至于要在这写一个字，轻按才能开启，否则你是注意不到它的存在的。字的颜色呢，跟金色啊也是非常的协调和呼应。这个防火卷帘轨道啊，也是花了很多钱啊，它在这块也贴了金色的瓷砖啊，还有金属做它整个轨道的一个导轨，所以整个外立面的延续性非常好，不会有那种从中间突然有一个断层的感觉。这个罗意威旗舰店啊，还是很震撼的。那我相信未来旗舰店呢，会有一个大道至简的趋势，少就是多，而不是对于复杂的元素啊、材料的一种堆砌。现在中国的城市呢，背景相对比较复杂啊，如果你做减法，把外立面做得很极致、很干净、很纯粹，反而容易能够从城市的背景里面跳脱出来。我相信这也是旗舰店设计的一种趋势。